肖战杨紫喜感引爆，新剧接近尾声，互拍视频火爆狗粮。人人都说7月看不到樱花，小泉要让大家知道，在一个寒冷的星期五，你不许没看过最近的甜蜜节目，如果不是太麻烦，剩下的是告诉你生活。截至目前，个人可以观看6集，整个炫光和笑容异常正常和可爱。提前表达了小泉对2位英雄的厌恶，但确实符合第1部作品的性格，尤其是在持续长时间的疫情重演中，完全适合疗养。不知道为什么网上有些截屏或者录屏会不断的从极其奇葩的点上找截屏，然后开始放大，说男主女主为什么不好等等，还有说很久以前的节目的服装已经过时了等等。假设说是为了向博客流量发布内容，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件炫耀的作品。万一是不同的流氓拉风冒险的方法确实没有进步，因为只要看过节目的人都会觉得上述每一个反对意见都是夸大其词和欺骗性的，多数人的眼光都是锐利的，该节目的爆发力应该是什么？众所周知，无论是从首席到艺人，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努力。最重要的是，肖战和杨紫自己的年轻照片在剧中的专家和大提琴家中格外可靠。他们很酷、精通，但非常富有同情心。这是顾威。还有杨紫敏锐的演技，同样也很好的解读了林志霄。此外，2位艺人之间的推断理解也非常出色。他们能感觉到，在拍摄过程中能得到对方给出的潜台词。得到它，这在年轻艺人中非常有趣。杨紫肖战感情瞬间引爆，比如在主集中，冠军杨紫琳所在学校直面父亲阻挠她练习大提琴，相信考研后可以成为教育家，但勇敢的女人却需要再次成为自己的大提琴手。点子的林志霄瞬间引爆，一边说着台词，一边表达感情，让人不由得有种莫名的被侵犯的感觉。尤其是一句“不过我也有自己的幻想，你怎么没想到是我的感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现在看节目的人就是被打扰的林志霄。我能感觉到她从小就是一个正派的小姐姐，她一直遵循她的家人的计划，从不理解自己的想法。话虽如此，但现在他真的很啰嗦。还有肖战饰演顾维，在他所珍视的临床用药中，他最初需要有效的工作，但不可抗力的临床事故使他开始不确定自己过去的决定，曾经必须从消化科转移到另一个办公室，或者直接进行逻辑检查。特别是当别人叫他去手术台的时候，他转眼就跑到了水池里，那种圈套和恐惧折磨着他的大脑，他的手在颤抖，红色的可笑眼里噙着泪水，这太令人不安了。到这里已经更新了几集了，还有很多精妙之处，大家看完后会有真话的。影片接近尾声的拍摄间隙甜美秀堪称一绝，每一集的结尾都有一段简短的视频，按照男女主角互相射击的视角展开，仿佛我们分享了身边的老哥们的故事，很真实。就像我们问同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你对彼此的2种印象是什么？然后在那一点上，他们在一个简短的视频中让我们知道，这种思想总体上是极好的，它扩大了人群的亲近感和替代感。比如在本集快要结束的时候，肖战和顾威根据视角记录了杨紫琳的学校，并问彼此有趣的相遇感觉如何。还有杨紫琳学校拍摄的肖战和顾威的短片，仿佛2对青春甜蜜的恋人，光看画面就是个小粉泡。这种直观的简短表演慢思中心极富想象力，让人群顺应剧情，观看他们的婚姻生活，更增添了剧中深情的真实性。春天，樱花盛开，雪花纷飞。02肖战新支持热身宣言，今年第11届，伤愈太完美了。大约2个月前，肖战准备正式宣布再次支持的消息已经在网上流传。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有以下内容可以遵循。一个被认为是品牌在聚会时使用的 PPT 出现了，大纲是肖战，修饰语是新联新顶级明星。虽然有这顶星的刻画和肖战的轮廓，但综合考虑，并没有权威声明。不管粉丝们心里是否清楚，最终都不能表态。然而，
目前它是独一无二的。品牌之父已经主动开始升温，锦绣1005简直就是在报道代表是肖战。这是截至目前肖战的第33次承销，也是今年第11次权威申报支持。从这1/3的数字可以看出，肖战今年的生意可真不少。任何品牌都离不开具有可靠的商品传达能力和高度商业尊重的代表。肖战也从2020年的情侣变成了今天的国产娱乐主力。看来，肖战此时的商业尊严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品牌来展现了。不管是他拥护的世界级奢侈品牌，还是土生土长的低调单品，只要他的代表人物是肖战，就容易被抢购一空。这一次，肖战拥抱的品牌是 Hardbond， 这是由恒安环球绘业有限公司录制的集结成果，是国内知名品牌。每当个人需要购买纸张时，许多人的主要品牌反应是 Hardbond。这个品牌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大众级别。更何况，肖战和正版的合作将是强强联手。作为造纸行业的先行者，心相印一直被很多人所珍视，而这种纸的替代性却是真正的强项，一点也不像健康的皮肤产品，例如 Anrosha， 它具有非常高的客户可靠性。尽管这很正常，但不同品牌的差距并不大。有成本战时，慈悲承受不住。不过，心相印却为自己的形象找到了最好的保护伞，那就是肖战。肖战的出现是媒体的一个漏洞，他的粉丝有很强的控制力，他的支持有很多优惠，粉丝们会为肖战烧钱，会专心为肖战买一份。品牌即便是肖战的应援合作结束后，在另一同档次承保的授权声明之前，粉丝们还准备在这之前的承保项目上归零。品牌在预热权威声明的时候送来的材料只是大意的暗示，但按照广告的大意来看，应该是惊人的。反正肖战跟这么多品牌合作过，看来他是在台阶上，不是上台阶就是下台阶，粉丝都在喊他们要上车了，终于有机会的那一天了。纸巾的理解，以这种方式可见大家对肖战代言的认可。纸巾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必须要买。为什么不买肖战的代言？而肖战和新的相应合作也将大大增加肖战的国籍。毕竟他们在肖战之前就已经相爱了很久，而且是妥妥的合作共赢。大约1个月前，肖战的粉丝好像家里的纸都快用完了，于是他们坚持，终于在9月19日用完了。然后当9月20日肖战正式宣布代言的时候，在一段感情中，每个人都应该储备更多的纸巾，是不是太多了？03，一人失德，全剧遭殃，邓伦李易峰为2022年毁剧功不可没。9月13日，中国电影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就近期演员李某某违法不道德行为发表评论，称任何人都不能在法律面前侥幸心理。男星李易峰因多次嫖娼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舆论热议。随后，人民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妇女报、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等就此事发表了评论。百度词条也更新了李易峰的个人信息。紧接着，与李易峰合作的相关品牌也公开表示将终止合作，部分品牌甚至要求赔偿。小编认为，如果犯了错误，应该负责，应该拘留，应该罚款，应该赔偿，应该退出圈子，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但对于那些因为艺术家的不道德而被毁坏的作品，编辑感到很遗憾。于正老师曾在微博上说，一部剧动辄上亿，现在行业低迷，演员只要出事，一部剧都会赔钱，连一家公司都完蛋了。正如于正先生所说，内娱确实对不道德的艺术家几乎是零容忍的。非主角还行，一旦主角出事，已经播出的剧集将被下架，即将播出的剧集将无限延期。有人戏称他为合作，这对投资者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坏艺人作品下架或停播的行为，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秩序和良好风俗习惯的限制。今天小编就告诉大家，2022年哪些作品会因为艺人道德缺失而延期。最近的一次是李易峰的 PC 事件。
事件曝光后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均已下架其音乐作品。芒果 TV 和爱奇艺搜索栏输入李易峰，并没有显示相关结果。虽然部分平台已经播出的剧集还没有上映，但预计即将播出的影视剧还差得远。第一部分，电影游乐场。游乐场由阿念导演，丛葵珠、卢子芳编剧，浙江漫光年影业有限公司、庆国影业厦门有限公司、北京婺源万象影业有限公司出品。该片改编自湖南操场葬案，讲述了新光县一中操场改扩建工程监理董一民拒绝接受豆腐渣工程，被工头杜立清等人杀害的故事。埋在操场下面。故事：2022年2月，游乐场正式开拍，在浙江多地取景。它于4月完成，然后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没想到9月11日，主演李易峰因嫖娼多次被行政拘留的噩耗传来。相传这部剧如果换个主角翻拍，估计一天至少要花200万左右，而且因为影视的灵感无法复制，翻拍就等于翻拍一部电影。第二部《黑金的诱惑》电影《黑金的诱惑》又名《黑金动作》，是一部集犯罪、刑侦、反腐、动作、悬疑等元素于一体的作品。公司与北京大华翰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市文联、北京市电影协会联合制作发行了电影片，由王千源和张雨绮主演，还有梅婷、张国立、吴刚等实力派演员，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第三部分，云端之刃。云上之刃是一部以现实为题材的公安剧，主要讲述了益达和莫元佑这对共同经历逆境的小兄弟的故事。10年后，两人在互联网加金融时代重逢，却各自追赶。益达当上了经侦民警，莫远佑却走上了赚钱的道路。该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计划2021年3月下旬开拍，预计2022年播出。2022年倒闭的第二个流量明星是邓伦。2022年3月15日，2019年至2020年，邓伦通过转换虚构经营所得性质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4765.82万元，少缴其他个人所得税1399.32万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上海市税务局4稽查局追究邓伦的纳税义务，处以滞纳金和罚款共计1.06亿元。消息一出，立即出现连锁反应。邓伦在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已被封禁，不少品牌也宣布暂停与邓伦的合作。小编查询了爱腾、优芒等多个视频平台，截至发稿，邓伦的旧作还在，但他的名字已经不在主演名单上了。邓伦家倒塌之前，有好几部剧要播，估计会爽。第一部分，毕业季。毕业季是由林和龙执导，郑秀晶、邓伦主演的青春励志偶像电视剧。该剧于2016年7月顺利完结，但小编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没有在网上播出，但现在很难播出了。第二部分，夜行者。夜行者是由万里扬执导，邓伦、倪妮主演的奇幻爱情剧。该剧讲述了1937年和2021年的时空交错在上海699号的一栋老公寓楼里。男主盛庆让是一位优雅随和的民国律师，女主宗英则是一位面容冷峻、内心柔软的现代职业女性。该剧的演员阵容一度被认为是奇幻爱情剧的天花板，但可惜因为邓伦失德，演出无限期延期。第三部分，封神。封神由李蔚然导演，邓伦、罗晋、王丽坤、张博、邹兆龙主演，新力传媒出品。原本预计2022年上映，但目前只能搁置。